在如今影视作品层出不穷的时代，真正能让观众在第一集就入坑的作品并不多。然而，当丁禹兮与邓恩熙携手出现在同一画面中，一种难以言喻的化学反应便悄然产生。花开锦绣的故事从一场紧张而仓促的逃亡拉开帷幕，不是浪漫的相遇，也没有刻意的甜蜜铺垫，而是命运将两个毫无准备的人强行推到一起。这种被迫同行的设定反而打破了传统爱情剧的套路，观众不再是被动接受一段被设计好的爱情，而是跟随角色，在逃亡的过程中逐渐理解彼此，依赖彼此。丁禹兮饰演的角色冷静克制，似乎总是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而邓恩熙则以灵动细腻的演技展现出一个在恐惧与坚强之间不断挣扎的少女。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两人的互动变得格外真实，不是一见钟情，而是在生死边缘中逐渐建立起信任。这种关系的推进，更像是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发展，缓慢、复杂，却充满力量。许多观众在观看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对组合的 CP 感几乎溢出屏幕。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外形上的般配，更重要的是两人之间那种自然流动的情绪。丁禹兮的眼神戏一向被认为是其演技的亮点，他在关键时刻一个不经意的目光往往胜过千言万语，而邓恩熙则擅长用细节表达情绪，微微颤动的手指，欲言又止的神情，都让角色更加立体。当两种不同风格的表演相遇，反而形成了奇妙的互补。更令人惊喜的是，他们之间的互动并不刻意撒糖，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对视，一次无声的陪伴，就足以让观众心跳加速。这种克制式甜蜜恰恰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观众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错觉，他们真的在相爱。这种感觉不是剧情强行灌输，而是通过一帧一帧画面自然累积出来的。这才是优秀 CP 的真正魅力所在。随着剧情的推进，不少观众开始将戏内情感延伸到戏外，甚至开始猜测两位演员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这种现象在娱乐行业并不罕见，但并非所有 CP 都能引发如此强烈的情感投射。原因在于这段关系具有高度的可信度，观众看到的不是夸张的爱情桥段，而是细水长流的情感积累。当角色的情感足够真实，演员本身也会被赋予更多情感意义。当然，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这种入戏太深的现象。演员的职责是塑造角色，而不是复制现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一段表演足够动人，它确实会在观众心中留下某种可能性。这种模糊的边界，其实正是影视艺术的魅力所在。它让观众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游走，既能沉浸其中，又能在抽离后回味无穷。一部作品是否上头，往往取决于节奏的掌控。花开锦绣在这一点上显得尤为出色。它并没有一味追求高强度的剧情冲突，而是在紧张与舒缓之间找到平衡。逃亡的过程带来紧迫感，而人物之间逐渐升温的情感则成为观众继续追剧的动力。这种双线并行的结构让剧情既有张力又不失温度。更重要的是，情绪的递进非常自然，没有突兀的转折，也没有强行制造的高潮，一切都像是水到渠成，从最初的陌生与防备，到后来的依赖与牵挂，再到隐约萌生的情愫。观众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看故事，更是在体验情感。当一部剧能够让人产生情绪共鸣，它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娱乐内容似乎被天然地归类为快餐式消遣。人们在碎片时间中刷剧、追综艺，渴望的是短暂的放松与情绪释放。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些真正用心打磨的作品反而更容易脱颖而出。
他们不满足于用甜宠桥段或强烈反转来吸引眼球，而是通过细腻的情感铺陈与真实的人物塑造，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其中，甚至在某个瞬间被深深击中内心。丁禹兮与邓恩熙所呈现的这段故事，正是这样一种超越表层娱乐的表达。他们从一场被迫的逃亡开始，在危机与不安中建立联系，这种情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试探、误解与守护中逐渐生长。观众看到的不只是爱情的萌芽，更是一种关于选择的命题，在困境之中，是继续怀疑，还是学会信任？在未知的未来面前，是随波逐流，还是坚持内心的方向？这种情感的厚度，使得故事不再只是浪漫的外壳，而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映照意义的精神体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叙事让爱情回归到更本质的层面，它不再只是甜言蜜语与命中注定的邂逅，而是一种需要勇气、耐心与责任去维系的关系。两个人在彼此的陪伴中完成自我成长，在冲突与磨合中逐渐理解世界与自我，这种过程本身就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情感消费，成为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生命表达。对于当下的娱乐行业而言，这种创作方向显得尤为珍贵。当观众的审美不断提升，他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情绪刺激，而是渴望更有层次的内容体验，既能打动人心，也能引发思考。只有当作品真正融入人文关怀，关注个体的内心挣扎与成长轨迹，娱乐才不再是逃避现实的出口，而是成为理解生活、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这样的作品或许不会在第一时间以喧哗取胜，但却能在观众心中留下更长久、更深刻的回响。感谢你耐心看到这里。也许最初吸引你点进来的是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的高甜 CP， 是屏幕里一眼万年的对视，是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温柔与依赖。但当你真正沉浸其中，慢慢停留下来，你会发现真正打动你的早已不只是甜，而是那份仿佛触手可及的真实情感，细腻、克制，却又直击人心。正是这种像生活一样的情感表达，让故事不再只是故事，而变成了一种共鸣，一种让人回望自身经历的情绪投射。所以，我更想把一个问题留给你，在你心中，一部真正优秀的爱情剧，是否只需要制造心动与浪漫的幻象就足够了？还是说，它还应该承载更多，比如成长的阵痛、选择的代价，以及在复杂世界中依然坚持真心的勇气？当我们为角色的相遇而欢喜，为他们的错过而遗憾，其实也在无形中重新审视着自己的情感观与价值观。或许，这正是当下娱乐作品最值得被期待的方向，不只是提供短暂的情绪刺激，而是在浪漫的外壳之下，融入对人生更深层的思考。它可以让我们在笑与泪之间，看清爱的本质，也看清自己。那么，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你是否也渴望看到更多既动人又有深度的作品？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让更多人听见你的声音。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值得被讲述的故事。下次见。